众所周知，很多物品都有保质期，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生活中这5种食物不怕过期，放得越久价值越高。快看看你家有没有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第一样食物是白酒。白酒是一种发酵酒，是中国传统的饮料之一。白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和水，不同品牌的白酒还含有少量的醋酸、乙酸、甲醇等物质。白酒的特点就是越陈越香，越陈越润。如果你同时喝一杯老酒和新酒，你就会尝出来新酒相比较于老酒，它更刺激刺鼻，口感上远远比不上老酒。这是因为新酒中不仅有乙醇，还含有一些杂醇油、醛类这些杂质，同时它们也是导致喝酒头疼的主要原因。所以新酒才会经过储藏，让这些杂质挥发出去，使其口感变得更加的柔和。这时候才会投入到白酒市场，这也就是白酒越长越好喝这种说法出现的原因。白酒在储存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，使得白酒中的杂质变少，香气增加，口感改善。白酒的储存方法很简单，只要放在阴凉、干燥、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和温度变化就可以了。白酒的储存时间是没有限制的，只要密封好，就可以放上几年甚至几十年。所以如果你家里还有一些白酒，不要着急喝掉或者是扔掉，或许它们会成为你的财富和艺术品呢。那判断一款白酒是否适合长期存放，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。一、酒精度数。一般来说，4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更适合长期存放。有相关规定，10度以上的饮用酒无需标注保质期，所以市面上的白酒包装上只有生产日期而没有保质期。而40度以上的高度酒能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的繁殖，减缓酒体的氧化和衰败，更适合长期储藏。酒精也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，能减缓酒质的变化。二、酿造工艺。采用传统固态粮食酿造法产生的白酒，通常比液态法和固液结合法酿造的白酒更适合存放。传统工艺酿造的白酒所含的微量成分更丰富，在长期存放中能产生更复杂和美妙的变化。三、香型。不同香型的白酒，其适合存放的时间和效果也有所不同。例如酱香型的白酒，如茅台，通常被认为适合长期存放，其酒质在存放的过程中能有效的提升。浓香型白酒，如五粮液，也可以存放一定的时间。清香型白酒，如汾酒，一般不适合过长时间的存放。四、酒的口感和香气。在购买时，可以通过品尝和闻香来初步判断酒的品质。口感醇厚，香味浓郁复杂，回味悠长的白酒相对更有可能在长期存放后变得更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使一款白酒具备适合长期存放的条件，存放环境也非常重要，应保持干燥、通风、避光，温度适宜且稳定。最后，在长久的时候，一定要确保密封性，千万不要让杂菌进入瓶内，这样才能让白酒越长越香哦。第二种是茶叶。茶叶过期了可以喝吗？先来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有朋友一起去家里做客，主人家就把他珍藏了10年的普洱茶拿出来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一起去的朋友居然来了一句：10年了，不会喝了中毒吧？哎呀，这现场真的是太尴尬了，给主人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明明是人家珍藏的茶叶，但是这位朋友有点不识货。其实这样尴尬的场面还是很多的，所以以后我们都跟着长见识吧。普洱茶作为中国茶叶的珍品之一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而其中一种独特的现象引发了广大茶友的关注，那就是普洱茶的存放时间越久，
其价值也随之逐渐提升。普洱茶与白酒、红酒一样，都是一种可以存放时间越久越香、越值钱的香品。传统普洱茶呢，经过多年的陈化，茶叶内部的有机物质就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，使其风味呢更加浓郁和独特。陈化的普洱茶呈现出独特的沉香、沉味和沉韵，这些特质无法通过新鲜普洱茶所拥有。科学研究表明，普洱茶通过长时间的陈放，茶叶内部的茶多酚、鞣质等化学物质会逐渐发生氧化和聚合反应，形成更多的具有保健功能的有益成分。这些成分呢，在人体内具有更好的吸收效果，对于人体健康呢，有着更为明显的功效。因此，越陈越好的普洱茶在市场上备受追捧。当然，普洱茶的陈化过程呢，需要适当的温度、湿度和通风条件。在理想的储存条件下，茶叶呢会经历初储存、初变态、次变态和成熟4个阶段。一般来说，茶叶的陈化时间越长，陈化的效果越好。第三，酱油还有陈醋，它们作为中国传统调味品的代表之一，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喜爱。而其中陈制时间越长的老陈醋，不仅口感更为醇厚，独特的风味呢，也更能够让人回味无穷。只要是纯手工酿制的酱油，无论放置多长时间呢，都不会有问题。而且放置的时间越长，它的纯度呢就会越高。放上一滴这种酱油呢，就会让菜更香。但市场上面呢，也会卖一些人工添加的酱油，那种酱油通常都是有保质期限的，尽量在保质期限内使用完毕。所以大家要注意辨别是酿制的还是酿造的，首选酿造酱油。对于平常经常做饭的朋友来说，有一个好的酱油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酱油有很多种类，其中一种是手工酿造的酱油，只要保存得当，这种酱油无论放多久都不会过期。赶紧检查一下你厨房里是否有手工酿造的纯酱油，只要保存得当，这种酱油呢是不会变质的，而且越放越香。陈醋，陈醋在制作过程中呢是非常讲究的。对于陈醋来说，时间放得越久，它的味道呢也就越香醇。尤其是对于山西人来说，他们更喜欢吃那种老陈醋。这种陈醋的味道醇厚，水分较少，而且酸味纯正，无论放置多长时间呢，都不容易出现变质的问题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陈醋在保存的时候，也需要注意保存环境和保存温度。只要适宜的话，放上3年5载都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虽然陈醋瓶上呢有生产日期，但如果保存得当，并且在良好的密闭环境下，它是不会过期的。反而陈醋越陈越值钱，越放越好。你可能也见过陈醋包装上写着5年陈酿、10年陈酿等字样，这表明只要保存合理，放得越久，陈醋的质量呢也就越好，售价也就越高。第四，蜂蜜，它不经意间也成为了越陈越香的食物之一了。蜂蜜由蜜蜂采集花蜜酿造而成，其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风味，取决于蜜源的不同。蜂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，被誉为液体黄金，有着广泛的药用和保健价值。随着蜜糖中含有的镁、氧化镁等成分得到长时间的发酵氧化，蜂蜜的色泽和口感都会发生变化，呈现出更为复杂且浓郁的香气。在很多地方，陈年蜂蜜都被视为珍贵的食疗佳品，被列为护肤滋补的首选之物。蜂蜜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，平时很多朋友都会经常使用蜂蜜来泡水喝，它既营养又美味。然而纯正的土蜂蜜它是没有保质期限的，因为蜂蜜中含有的水分少，糖分高，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细菌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滋生，所以蜂蜜就算放很长时间都不会变质。
不过，如果是在超市购买的一些蜂蜜，它里面掺杂一些其他物质，并不是纯正的土蜂蜜。对于这种蜂蜜的话，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在包装上的保质期限内使用完。第五，陈皮，一两陈皮一两斤，百年陈皮晒黄金。从这一句话中充分的说明，陈皮它放置的时间越久就越值钱。陈皮即晒干发酵后制成的橘皮，随着陈皮的陈化，其中所含的有效成分会不断的转化为更稳定的物质，因此放得越久的陈皮越香味浓郁，味道更加醇厚。而正因为这种陈皮的独特风味和口感，使得其价格日渐攀升。其实在放置过程中，陈皮不仅发生了化学变化，也受到了外界环境的影响，如温度、湿度等因素。正是因为这种微妙的变化，让陈皮越放越香，越放越贵。因此，对于喜爱陈皮的消费者来说，选择具有较高陈化程度的陈皮，才能真正品味到它的独特魅力。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，如何判断陈皮的陈化程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。一种常见的方法是通过观察陈皮表面的颜色与纹路来判断。陈皮呢，经过较长时间的储存，其表面呢往往呈现深棕色或者是黑褐色，并且纹路变得更加清晰。另外，陈皮呢也会因为陈化而变得较软，质地较为松散。陈皮放得越久越值钱，不仅源于其香气和风味的提升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珍贵的资源的积累。对于陈皮爱好者来说，收藏和品尝陈皮成为一种享受和追求。无论是将陈皮制作成美食，还是将其作为特殊的礼物赠予亲朋好友，陈皮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中华文化底蕴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文方便，语句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